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强大的情感疗愈团队成员，来吧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青年作家文静儿。相遇即是上上签，其他的留给命运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波红。真正的爱情并不是眼睛的视觉，而是内心的感觉。大家好，我是莎娜。爱的最终意义呢，并不是说占据生活，而是要融入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白庆林。喜欢是乍见之欢，而爱是无惧坎坷的坚守和忠诚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。最美的爱情是有人问你粥可温，有人与你立黄昏。真好，欢迎大家啊！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请出我们今天来到现场求助的2组嘉宾，欢迎他们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1对情感嘉宾，周先生39岁，来自湖北，装修队队长；薛女士44岁，来自湖北，全职妈妈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们谁为这段婚姻付出的更多？我付出的多，我们都是2婚，孩子也一样大，家里都是我管着，他却处理不好和前妻的关系。我付出的更多，我一个人挣钱全家花，还总是要花心思解决前妻和孩子之间的问题。你接受不了对方的什么缺点？他窝囊，他害怕前妻，并且窝里横，对我态度不好，对朋友却两肋插刀。他现在不上班，还总嫌弃我挣钱越来越少，爱小题大做，在我朋友面前总是不跟我留面子。通过短片，我们大概了解了2位的一个状态。你们是第2次婚姻，对吧？对，2个人都是哈，对，都是，然后都有一个孩子，年龄还一样大，差不多，他的孩子就大几个月，就都是女孩吗？对。主要说了一个矛盾，我就听到一个词：前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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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好像问题都是围绕这个人发生的，是吗？对，他就很窝囊，很害怕他前妻，什么都不敢去争。比如说什么嘞？我们孩子不是一样大吗？就在一个学校里面。他前妻有时候去接孩子，就在学校门口，就跟老师可以聊天，聊1-2个小时。然后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，我是第三者。他在外面抹黑我，他却无动于衷，什么话都没有，让我在外面受委屈。哪有，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他像牛皮糖一样的，不能理他。他前妻觉得是因为你破坏了他们的家庭才分开的吗？对啊。可实际情况呢？实际情况就是他们已经离婚几年了，我们才认识。所以你希望是他应该出面去跟老师澄清一下这件事。不是跟老师澄清，他要跟他前妻说呀。不能在外面败坏我的名声，是不是啊？我说过了，但是没有用呀。好，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呢？还有嘞，就是他前妻就很反感孩子跟我们一起出去玩。有一次吧，我们就说了带孩子出去玩，他前妻知道了，就马上打电话来说，不行，我现在就要接孩子。孩子就不想去，就想跟我们一起玩嘛。他也说了，我们吃完晚饭就把孩子送回去。结果嘞，他不行，不依不饶，就跑到我们家里来了，堵在门口，又哭又闹，说什么女儿啊，你不要害怕呀，妈妈来救你啦，什么什么的，闹得街坊市民全都围观，好像你在欺负他女儿一样的。不是欺负了，他就是觉得我们在绑架他女儿一样的。监护权是他妈妈的，是吧？监护权是我的，他的妈妈随时都可能会过来吧。他可以随时探视孩子，对吧？他有探视权，但是他探视的太频繁了，他认为就打扰我们的生活了。我觉得就不理他就行了，你越理他越上劲嘛。那天是怎么处理的？他就把孩子牵着一起回房间，关起门来就不理，等他前妻在外面闹。然后我都没办法啦，左邻右舍都看到，我就只有找居委会来调解这个事情嘛，是不是啊？还要我出面，为什么不是你出面呢？我不想理他。那总是这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，我还是一开始很想当好一个后妈的，对一碗水单凭，买什么东西我都是2份，但是孩子就不领情嘛，要不就是把我买的东西退回来，要不就把我买的东西就扔掉。
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跟他解释过了，因为这个大女儿的妈妈她是比较强势的那一种，她就不让孩子用她买的东西，也不让他怎么跟他交流。这一次一次的搞得我就心寒了嘛。就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的。但你为什么不去说服孩子呢？孩子我跟他说了，他也认知到这个问题，但是他的妈妈会比较凶嘛。那您的孩子呢，也跟你们住在一起吗？对。那所以你们家现在是一家4口一起生活？对呀。2个孩子之间的关系怎么样？先一开始还挺好的，但是严重的事情后面就发生了嘛。他们住校，有一天晚上9点半钟了，我女儿就给我打电话，她说：“妈妈，你能不能到学校来接我呀？我害怕，我就没办法，我就把她接回来，就问她为什么，她也不说。”搞了好半天，他才跟我说，他说：“妈妈，我不想去学校，姐姐专门欺负我，针对我，就是联合其他的同学孤立我。那我已经不想去上学了，孩子就已经有点抑郁了。然后他也是的，我是后妈，我不好说孩子，是不是啊？我就说这个事情你就应该去教育孩子了。”我都跟你解释过很多次了，对不对？小孩子他长大一点，现在受他妈妈控制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总能说是小孩子。你不能以这样的理由2次去伤害自己的妻子了。你是他爸爸，你是可以说重话的。孩子已经做得出格了，过分了。他们俩关系好的时候，是你们2个人还没有结婚呢，是吗？刚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也挺好的。那是有什么事件导致了他的女儿开始欺负你的女儿呢？就是他前期就频繁的来接嘛，就是不想我们好过，就频繁的来接孩子，跟孩子灌输一些观点嘛。在你们2个人没有结婚之前，你前妻是这个频次来探望孩子吗？也有，但是没有这么频繁。可能他就是看到我过得好了吧，因为我以前跟他2个争吵比较多吧，他那个性格比较霸道，很有控制欲，也不孝顺，所以我就跟他离异了嘛。离异了，然后以前小孩总是跟着我父母一起嘛。他过来的时间基本上很少，不管不顾的。后来我跟他谈恋爱了，我们2个在一起了，孩子也在一起了，他就通过孩子的口，感觉我们过得比较好，心里不平衡一样的。嫉妒。你们这个事情最后怎么解决的呢？最后呢，我就说他妈妈既然总是来找，也总是想把孩子接过去，只有给大女儿转学了，然后也接到他妈妈那边住了，是吗？对。孩子多大呀？孩子16、17岁了，现在都16、17岁了。对，这个孩子有点真的不懂事。在妈妈怎么说，他应该看这个后妈对他的态度。不是的，你知道是我生气点是什么嘞？因为是他害怕他前妻给他的女儿也做了一个榜样。我爸爸对我妈妈都是唯唯诺诺的，这个事情就可以平息。那我可能也是这样。很多时候我都受不了他。你认为一个小孩子他能主导他妈妈的什么吗？你都不强硬，你态度不强硬啊！你当然这样啊！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我跟他强硬，他像牛皮糖一样粘到我身上，我的日子还要不要过？我跟你过不过日子？你一次性就把事情解决了，就不会有后面的事。那你们2个人的日子难道就只有前妻这一个因素，还有其他的问题存在吗？还有啊，就以前我还是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。就后来我父亲生病了嘛，我就辞职在家里照顾，基本上现在赚钱都是靠他一个人。这1、2年那个工程不是太好接，特别是这1、2个月他就没有什么收入，每天就在家里躺着玩游戏。我就说他，我就唠叨他，我说你一个大男人，你不能老是这样在家里玩嘛，你要出去找点别的活干。然后跟我说，你怎么不去做事？你怎么不工作？我不是说真心让你去工作，我说过很多次了，你不要老是纠结这一点不放，对不对？我说过很多次了。我要是工作了，家里老的小的谁照顾？老人怎么了？癌症。现在岳父已经过世了。就是最近现在老岳父过世了，是吗？对，那就可以去工作了呀。基本上家务还是比较多的吧。我家务全部都是我在做，出去请个保姆1个月要5、6千块钱吧。我出去工作还赚不到那个钱。我们没有否认你的价值，因为是这样，每一个女人可能不同的选择，有人选择出去工作，有人选择不工作，这个我觉得没关系，不是说强迫你一定要出去工作。那
你觉得因为男士说了这个话，你觉得挺伤心的，对吧？伤到你了。我不是真心的想让他去工作，只是当时他把我说情绪上头，对吧？对，我就说你看你现在情绪上头就可以找我吵架，就喝了酒就跟我撒酒疯说这些话。那不是你也知道，那是酒的关系，不是他的人的关系吗？那酒后吐真言呀。对呀，他都真言都吐出来了，听进去了吗？对，跟您说的一样，他就听进去了。你只要跟他有什么反驳他就拿这个话啊，你现在就天天催着我去上班，让我去挣钱，什么什么的。你不就是现在自己压力大了，把压力给到我了吗？你一个大男人，对，大男人是吧？在家里家务也不做，你躺着玩手机，为什么你不能去工作呢？停一下，我没有不做啊。你做饭，我是不是要洗碗？你拖完地，我是不是去洗拖把，对不对？你做个事磨磨唧唧。抱怨连天，虽然态度不好，但是我还是做了。以前你没让我做这些事情，你是不是所有事都做？你就做那一两样。如果你们俩换个位置呢，就是他在家里做哪些事儿，你出去工作，因为他现在的确是平静啊，找那我实在做不了，因为我真的做不了家务。但是如果你们2个人全部在家，这个家怎么办呢？您现在是一点生意没有，还是怎么样？现在主要就是要追讨以前那些做的一些账务。在家做什么呢？要打打游戏啊，跟朋友之间聊聊天、喝酒啊，还是想维持一些以前的关系嘛？他就不理解，10天半个月就要把朋友领回来家一次，我就既伺候他，还要伺候他一帮朋友，最后还要抱怨说我甩脸色给他朋友看。我都有洁癖的人都快被他那些朋友治好了。那朋友来了，你不能热情一点吗？每次冷冰冰的啊，喝不喝水啊？吃好了没有啊？那怎么不是你去动嘞？你作为一个家的女主人，你那冷冰冰的，就是因为我没工作，这就是我应该的。还有经常出去跟朋友吃饭，对，吃饭谁买单啊？都他买单，他抢着买单，因为他这个好面子嘛。那不是都不挣钱了吗？哪来的这个开销的费用啊？以前还是有一点积蓄的，虽然这1、2个月没做事，我跟他解释过很多次，朋友的关系要维护。现在没有事做，万一以后他们有事了，对不对？你像这样坐吃山空，这个家怎么过？你是做装修的，对，主要自己做包工。包工。那么以前你是做什么工种的？水电。现在水电工的生意很好啊，你完全可以不去报工程，自己做水电啊。他的意思也是让我出去跟人家去做嘛，但是我就拉不下那个面子。我觉得我以前都是带着100来号人做事的，现在让我去跟人家去打工，是吧？我就觉得不好听。他这个跟朋友们经常出去吃饭啊、喝酒啊，是不是对朋友的付出会很多？他对朋友特别好，讲义气，两肋插刀，朋友一叫马上就过去了。有一次晚上9点半钟了，给他打电话，哎，你过来帮我把家里的门锁修一下，我进不去了。他屁颠屁颠的就跑去了，路上来回差不多2个小时，到家了以后都已经12点钟了。如果是我晚上9点跟他说，哎，你去把衣服晾一下，那不可能。你外面这些事情你肯定要维护，对不对？朋友嘛，男人嘛，你都维护，这也维护，那也维护，是不是都是生意上的伙伴呢？还有什么事呢？维护朋友的，我们2个都没有度过蜜月，这2个月没生意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走，要不我们去长沙转一转。我心里还挺高兴的，你知道吧？我就以为他是在维护我们夫妻间的关系，想要缓解一下。我非常高兴，订高铁票，订房间，然后买了几套衣服。我说还可以拍拍照，在朋友圈显摆一下，是吧？谁知道呢？又是一盆冷水浇下来。怎么了？他朋友给他说：“你出来陪一下我吧，我跟我媳妇闹离婚了，心情不好。”他马上问都不问我一声，马上就说：“那正好，我跟我老婆要出去旅游，要不我们一起吧？”然后回来才跟我说，只能把高铁票退掉了，我们就自驾去吧。他们在前面聊得热火朝天，他在开解他的朋友，我在后面就像一个透明人，而且我坐在后排，我都是局外人，他的朋友就是最重要的。朋友遇到事了怎么办？那你们想过我也遇到事了，我也不开心呀。我们随时都可以，我只要有时间都。这有随时吗？结婚几年了，我跟你出去过吗？唉，今天来我们爱情保卫战，2个人想解决问题是什么？我就是说，我们2个人都是2婚嘛，走在一起特别不容易，我还是想维护下去的。我就希望什么呢？第一，他在他老婆面前能硬气一点；第二，
他前妻面前吧，咱们用词要准确啊。前妻你是他老婆，我现在已经都气说的挺糊涂好的，我了。在你面前硬气一点，对不对？我就希望他能够正确的引导一下孩子。第三，对朋友呢就适可而止。总之一个表达，你觉得你在他心里没那么重要，是不是？对，所有的事情都能排在你前面。对，周先生呢，您有什么诉求呢？我的诉求就是他在家里不要那么唠叨，因为我在外面有时候应酬，思想上面很累，回来了我就想懒一下啊，躺在床上玩个手机。他呢每次做点家务，他就过一会儿啊，老公跟我来帮忙把桌子搬一下，我要拖个地。过一会儿老公你来帮我把板凳移一下，我要拖个地。我就觉得这样的很烦呢。我问你一下，你前妻以前是这样的吗？都有点记不清了，但是还好吧，因为我也在外面忙的很多，都是他以前跟我父母住在一块儿，大部分的家务都是我父母做，前妻是不管的。所以不做家务的女的是最好的，对吧？因为不唠叨你也不烦嘛。我没有这样说，我只是说让他少叫一点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一次性？你比如说，所以学聪明点儿，不干活就不唠叨。问题大概就这些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今天就是希望老师们帮你们想想办法。你觉得这日子过得有点难了，是吗？我就是挺憋屈的，憋屈的是吧？憋屈是憋屈啊！来，我们听听各位老师的建议吧。我觉得你们要不就是跟你前妻，你们3个人坐下来，真的是得谈一次。第一点，你们必须要确立明确的沟通，而且你们要设定明确的界限。我觉得你们最好能够以一纸契约的形式，把它列得非常清晰，这个才对你老婆来说是公平的。那么接下来就是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在情感里面学会拒绝情感绑架。其实姐姐说的很对，就是你已经被情感绑架的，就是一直在委屈自己。大哥不应该什么委屈都让他受，你哪怕让你前妻受委屈，你都不应该让他受委屈。因为现在跟你经营你们的婚姻、你们的生活，未来要一起往下走的人是他，你不应该欺负老实人。否则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婚姻一定岌岌可危，因为他除了是你的妻子之外，他同时是他女儿的妈妈。姐姐，你现在要开始学会屏蔽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儿，屏蔽这些负面的声音之后，你要构建属于你自己的安全系统。你要相信说，你的老公是很爱你的，你的女儿是你所有的精神支柱和依靠，你都可以坦然的去接受他曾经有过一个孩子，你都可以坦然的接受自己要成为一个后妈。所以你也要坦然的接受自己，说我是可以改变现状的，并且我有能力，我有力量。丈夫要做的就是帮助他，相信他，支撑他。还有就是他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诉求，你如果想要挽救你这段婚姻，很简单，所有的男孩子，男人也好，老男人也好，来我们舞台上千万不要打嘴炮，就是他不是想出去玩吗？你就带他出去，哪怕短途郊个游，你让他有一次回忆好不好？还有一个就是你对你自己的女儿，我觉得你要有一个非常正向的引导。如果再有这种情况，你作为一个父亲，你应该来主持这个公道。你畏首畏尾的伤害了这么多人，所有人都被你伤害，因为你的怯懦。始作俑者就是你，别的都不用说，解决好自己的问题，你们家庭会特别好。头婚怕小三，二婚怕前妻，婚姻它是有法则的。你的前妻很显然对你们的生活不仅是打扰，已经构成了骚扰。你前妻或许想我不幸福，你也别想过得好，她不断的对你们构成了各种的骚扰。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如果一个负责任的现任丈夫一定是挺身而出的，但是很显然你的脑门上就写着2个字逃避。另外你的态度他看在眼里，你在他眼里透明的像一张白纸，他明白你的性格，明白你的为人，所以敢。如果说你义正辞严挺身而出，他敢吗？另外你刚才说为了维护关系，你不要侮辱我们的智商。你是做装修的，不管做工装的、家装的，是需要去迎合市场的。你的那一帮朋友，我请问能给你带来多少业务？但是这当中，你为了迎合这帮朋友，就不惜去委屈身边最亲的人。这一些不愉快都留给了自己的家人。朋友要交往，但是也要学会拒绝。
你是来者无拒，我没有看到你拒绝过任何的朋友。另外，你为了面子，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存还在逃避。我请问，面子重要还是生存重要？水电工一天要赚个几百块钱很容易，你就放不下这个面子。我当过队长，我当过包工头，我有几十号、100号人，情况不同了呀。妻子也一样，如果你面对这样的情况，量力而行去打一份工，就让他看我管家，我还自己去赚一份钱，不管多少。你们现在2个人好，每天赖在家里吵架，斗嘴，然后斗不过了到爱情保卫战来，2个孩子也都在看呀，2个孩子会看得起你们吗？所以你们2个人想好好过，真的想维系这个家，2个人先把手中的那个生存的能力释放出来，否则释放出来的一定是这个家庭的崩塌。谢谢。周先生，我就直言不讳了啊。您说。您有点太欺软怕硬了，欺负老实人。面对你前妻那样的悍妇，你就选择，我不面对，我逃避，我不说话。因为跟他争吵过很多次，争吵不过。你前妻确实是个厉害角色，所以你不敢。但是你的老婆，她是个善良的女人，所以你敢。我想跟薛女士说的是，你的善良要带点锋芒。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底线、没有原则、一直善良的人，你就是沦落到被人欺负的份儿。善良和懦弱，它怎么区分？就是当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，我有能力去伤害你，但是我不去伤害，那叫善良。懦弱是什么？当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，有能力去伤害，但我不敢伤害，谓之懦弱。所以如果你一直无底线的善良下去，你就会变成懦弱，会让别人变本加厉。你没听出来吗？他的前妻曾经连家务活都不干，是你的公公婆婆一直在伺候他们，而你现在的丈夫一句怨言没有，他只会说这个女人挺厉害的。我相信他会怎么给你洗脑，他会说啊，你看我不是跟他过不下去了，找了你吗？是因为你好呀，是因为你怎么样啊，这就是在给你洗脑啊。这样他就可以一直在家里面作威作福的欺负你。所以当你发现有一些事情自己无法容忍的时候，你要非常严肃认真告诉他，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，我的善良只给对我好的人，而如果欺负我的人，那对不起，我不是一个善良的茬。我现在觉得你们2个人最大的失败是在于没有处理好2个女儿之间的关系，你们让2个女儿同时受到了伤害。看似小女儿是被欺负了，但是大女儿心里面会好受吗？她面临着在16、17岁的年纪要去到一个新的环境，马上要高考了，转学是不是适应？看似是她是那个出了头的人，可是她之后的人生怎么办呢？你们都没有想过。所以你们2个人在为人父母这件事情上一点儿不合格，我反而觉得你们2个人现在应该放下你们2个人之间所谓的这些矛盾，好好的去关注一下2个女儿的身心健康，因为她们现在已经马上18岁了，她们怎么看待自己未来的感情，自己未来的婚姻，怎么能相信男人？你们无法想象她们内心受到的伤害。所以如果我觉得这话有点难听，如果一段再婚的婚姻伤害了自己的亲生骨肉的话，或者因此让自己的亲生骨肉在人生当中已经失去了一个方向，或者受到了一些心灵上的创伤，我觉得这婚姻不要也罢。你们顾着谈自己的恋爱，顾着让自己的人生幸福，那下一代呢？所以我觉得先当好爹妈，再谈感情吧。我觉得毋庸置疑，你的前妻是一个悍妇。然后呢，你碰到这种彪悍的女人，你不敢惹，你惯着她。好，就说这位女士，她说你是小三儿，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闹大？你为什么不给自己自证自己的清白？她跑到你家去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定会打110，而且我一定会哪个老师说的，我要当着他同学全班的面把这件事儿你必须给我说清楚。谁是小三儿？连累的是谁？是你的女儿。
而且现在这个老婆，你嫌她唠叨，她做事儿，人家手上每天在忙着许多事情，你说她唠叨，你这是在欺负她，欺软怕硬，你知道吗？这位女士，我觉得是因为你的懦弱，是因为你没有自己的底线。你从一开始，从她说你是小三儿那天起，你就没有给她立规矩，让她闭嘴，让她知道你的底线在哪儿。你所用的方法就是哭泣，你的孩子也是哭泣，所以就是你们两个的孩子，实际上都是心理上有问题的，都会造成心理上的伤害。孩子都10几岁了，你们先一起来把孩子的身心健康搞清楚。男人的力量决定了女人的音量，男人越没有力量，力量感越低，女人抱怨的音量就越大。你知道男人力量感说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你的体力，不是你的外在，而是你的事业、你的态度、你的责任、你的担当，还有你的勇气。你要敢于面对所有侵害你及你家人的别有用心的人，你要敢于的去说，在这件事里头我要坚持什么，什么是对的。我们不能躲，遇到事儿就怕，这件事儿就跟上你。我们在面对事业上的挫折，我们不能气馁，我不能放弃躺平，因为你退无可退，这是你的责任。对于自己妻子的抱怨，你要知道为什么，而不是只说哎呀你太烦了，你不理解我，我也需要休息。不是的，那是你的担当。一个男人如果没有了个性，没有了担当，没有了责任，就是一个任人欺负的人。反映在社会上的工作，反映在家庭里的关系，都是这样。把自己的力量感找到，做一个好的合格的父亲，做一个合格的丈夫，敢于去解决问题，不要逃避。你可以暂时逃避这个问题，但是你永远逃避不了这个问题带来的结果。妻子，丈夫就是这么一块料，别看我说完了，未必能马上有效。你怎么办？还是按照以前的惯性逻辑再去往下走吗？不能了。你光提高了你抱怨的音量没有用的，你要做出改变喽，因为你是有一个期许的，或者说你的委屈攒齐了，你就该爆发了。我觉得你可以去工作了，为什么不能呢？对吗？其实家里没有那么多事情需要你做，可以交给他呀，你去要挺身而出了。谁规定必须是男的主外女的主内呢？我们不要一成不变，要面对问题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方法总比问题多，就看你们想不想去解决了。因为你们两个人夫妻现在遇到难处了，你们俩要绑在一起，取长补短，面对外面的困难，而不是互相指责，做内耗，没有一点用处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今天大概率肯定是会选择出来的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出来之后要想一想，真的要怎么调整你们两个人接下来的这个日子。我觉得待会儿出来以后应该要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这才有意义，要不然我觉得就不用出来。好了，我们来期待一下结果吧。在开门之前呢，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好，我们的周先生和薛女士他们的选择到底是如何的呢？3、2、1，请开门。他们倒真会出来。对，肯定是会出来的。没嘞。来了，他们在光芒中牵手而来。好，怎么想的呀？我觉得我们还是能过的，因为我觉得他是比较贤惠那一种。因为我的问题吧，因为还是有点大男子主义，还是会改一改吧。面子问题，你一定要改了。你不能光对他大男子主义。哎呀，先做个大男人吧。真的是。我是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孩子很重要。对，是你们多花一些时间去了解一下孩子，陪伴一下孩子。对，像那老师他们都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伤害，受到了你们的婚姻的影响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务之急。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二位，记住浪漫30秒。谢谢你二位啊，祝你们幸福。来这边请。谢谢。